记录榜时光，我是 Hunter， 欢迎来到最新的一期开箱简评。今天我们在镜头面前一起来把玩分享的玩具呢，就是眼前这款来自 X Toys 出品的粉色霸王龙素体，编号 XAXY017号。这款产品呢，相当于是2年前霸王龙系列里面的素体的重置升级版本。这次的升级版本呢，带来了新规的这个头部和脖子的连接零件，这个脖套以及重新连接的这个球颈关节，然后呢还附带了这一身小衣服。虽然是素体啊，但是还是给你把这个短裤和坎肩给做到位了。配置方面，主体一只，然后呢替换手型分别是这个指向手型，还有一个握持手型。默认的手型呢是2个开度不同的这种龙爪手，那毕竟是恐龙嘛，有龙爪手是非常正常的。当然这一只手型呢看起来也更像是抓握手型啊，只是说开合的大小有所区别。个人觉得整个配置呢也是比较干练的，虽然是素体啊，但是我个人觉得玩的也是非常的开心。我不知道大家对于 X Toys 这个品牌了解多少啊？我大概也是在差不多5年前，然后开始买到的第一只这个肉食牛龙。当时的这个系列呢就叫恐龙战场嘛，整个的故事设定，恐龙人的设定，我觉得也是比较抓人的。可以看到呢，身高方面可以说是高下立判。这次的霸王龙素体完全把头抬起来的高度呢是来到了26公分，常规的身高呢是在就是把头平视的状态下呢，应该到头顶的高度在24公分左右，绝对是一个非常高大威猛的大块头啊。本来故事设定里面的这个牛头不是这个肉食牛龙应该算是它的这个先锋官，那包括那个角鼻龙也是，就是都是小弟。那作为肉食系列的这个恐龙里面的大哥，霸王龙的其实也是之前在2年多以前出了好几个版本。我个人当时比较喜欢的是那个咖啡色的版本，而且当年的这个涂装和现在的素体涂装也是有所区分啊。老实说，我个人其实是非常期待他们家就是食草恐龙的后续产品，因为马上要出这个三角龙国王了。结果在几个月前呢，也是通知说是因为不可抗力导致这个项目就暂时搁置了。我个人觉得是非常的可惜啊。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这个大环境并不是特别好嘛，所以说我觉得各个玩具厂商在做自己原创 IP 的时候，肯定也会遇到困难。尤其是像 X Toys 在做恐龙战场的产品的时候，我个人感觉到，大家看这个第一款产品啊。当时我拿到这款产品的时候，我是觉得就是非常的惊讶。这款肉食牛龙无论是涂装方面，素体呢现在来看肯定是比较过时的，因为有一些关节啊，包括呢这个脚踝的设计呢，它的可动性呢，其实以现在5、6年后的眼光来看的话呢，可能不算先进啊，但是以当年的这个情况来看，你看身上的这些模具上的开模细节，包括呢这些叮铃咣啷的这些装饰物啊，这不知道要开多少套钢模才能完成的这样一个产品，没想到是第一座就达到了这样一个高度。后续的无论是角鼻龙，还是肉食牛龙首领，还是后来的这个食草龙，模具精度呢都是非常令人惊叹的。那来到这个素体方面的话呢，恐龙人嘛，这边的这个霸王龙大哥呢，其实这个素体方面一开始我是觉得可动性方面稍微有些捉急啊，因为之前呢我无论是素体版本还是这个全装备的这个版本呢，我都是有买啊。之前的这个素体版本呢，我还经过了一次售后。以前的版本在脖子方面呢，经常会有这个插不进去或者容易弹出的问题啊。但现在的这个版本，你可以看到的这个脖子的灵活度啊，还有这个连杆的部分呢是做了加长，所以说整体的观感发生了一些变化。然后头部的部分呢，它可以上抬更大的这个范围，通过调整脖套也不太会有这种穿帮的问题啊。当然一开始我还是有点不适应，然后看之前2年前的版本的这个头部的这个抬升角度呢，则是有所限制一些。然后张开巨口之后呢，
两者的这个涂装风格呢也是有了非常大的变化。当然这个粉色啊，或者说甚至有点草莓粉的感觉啊，整体的这个观感我觉得是非常特别。当时是以众筹的形式去进行购入的，我当时也是稍微犹豫了一下下，最后还是选择了这个粉色，因为财力有限啊。本来我是3种颜色都准备去购入的，但是后来想了一想，确实同一款素体买3支的话呢，一个是比较占空间，再一个呢，确实是没有办法，我不确定补款的当下能不能还有保持这样的热爱啊？所以我觉得大家在购买玩具的时候，确实应该就是自己多问一下自己，或者说干脆等现货之后再看。如果说现货比较贵，或者说超出了预期的话呢，也不用感觉可惜或者遗憾，反正就当错过了，或者说没有缘分。当然，如果说你第一眼看中了，我觉得你就直接冲也是没有问题的。好，废话说了一堆啊，我们来看这次玩具的主体部分。因为为了方便展示啊，我后面有一大堆的这个可动人偶，怕它这个尾巴横扫千军，我们就把这个尾巴从这边拔下来。其实粉粉嫩嫩的，而且手感非常好。你可以看到呢，虽然是一大片的粉色，但是在这个光影上面，暗部颜色的高光，在这个背脊方面也都是有表达出来。然后呢，在内侧，就比如说肉体比较柔软的部分呢，也都做出了比较淡的颜色。这个铁丝埋的也是 OK 的，只不过现在啊，这个温度比较高，掰完之后呢，还是会有一定程度的回弹，所以说聊胜于无吧。把尾巴放到旁边去，还是老样子，360呢在镜头面前给它去旋转一圈，看一下这个魁梧的身材。当然这个屁股后面啊，就露出一个小棒棒，就没有办法，他给他开了个屁帘，这样的话呢，确实看起来比较诡异啊。如果你有一个完整的这种裤衩，也是可以给他穿，就是不露尾巴。但是我觉得霸王龙嘛，还是得把尾巴露出来，看起来才够霸气。而且呢，他做的是这种非常强悍的这种美式肌肉大壮汉的感觉，背后的这样一些鳞片也都是能够通过这个衣服若隐若现的感觉出来。涂装方面呢，这个粉色呢，确实在一众这种鸡霸的玩具里面，看起来呢非常的别致，而且显眼我个人觉得也是选对了。当然，绿色和棕色也是非常好看，不然的话我也当时也不会纠结那么长时间了。哑口的这一次的涂装呢，口腔内部依旧是非常的精细你可以看到剑膜、上颚、下颚、舌苔的部分都做了光油的这个涂装，而且整个口腔内部的建模也是非常精彩。但是牙齿部分呢，作为这个特别版来说的话呢，就做的是非常的健康。牙口呢非常的闪亮，没有蛀牙的感觉。那相比起以前的这个版本，那就更加写实一些就是上面该有的这个字喜都有，眼神也更加凶恶。那这边的霸王龙眼神呢，小眼神看起来则是非常的诚恳可动性方面，我们简单掰一下，手臂平台呢90度没有问题，二头肌的这个旋转没有问题。曲肘幅度呢也是90度，而且呢关节外露的话，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这个程度。这一次呢就是没有出现关节特别抱紧的那个，就是紧到无法掰的那种程度。蝴蝶关节这边没有去做设置但是它这种嵌套的话呢，是前后有一定的这个位置，前后大概5度左右的水平所以说可动性正常，然后手腕的外摆内收幅度比较大，是一个球形十字连杆。胸腰关节的话，中立位如果是这边，我们把手抬上去，挺胸幅度呢是往后差不多一大格。幸亏是有衣服罩着不然的话呢，这边会有一个比较大的穿帮位。然后弯腰的幅度呢还行往前差不多30度不到的这个水平。那左右侧腰我们来看一下，左边15，右边15度，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刚才那个动作掰得像在做早操腰部360旋转当然是不在话下。比较着急的是这个髋关节，髋关节并没有做任何的升级这点是让我觉得比较可惜的。我们把裤腿抬高一点，你会看到其实它这个髋关节呢理论上来说，如果这个裤衩足够软，应该是可以做到就完美的90度前踢的。但实际上即使把裤衩完全搂上去不做任何阻碍的话呢，它正常的前踢呢大概只有向前45度。但是在官图展示的时候呢，它是怎么做的呢？它是通过这个大腿根部的旋转关节往前面抬，这样的话呢
这个脚就可以踢到90度了。当然我觉得这是有一点作弊啊。如果说你想做这种盘腿的这个造型，当然了，这个盘腿造型大部分的人偶旋转90度，即使你块头再大，它也可以做一个避让，对不对？然后呢，去做这个盘腿坐下来这个造型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而且呢，你的这个屈膝幅度也可以做到这个小腿贴大腿的这个程度，甚至呢，很多朋友呢给他做一个金鸡独立，甚至比较妖娆的这个动作，都是可以通过这边的屈膝非常大的范围达到实现的。脚部的接地呢，左右接地幅度非常大，前后呢也非常的可观，而且动作紧实度与丝滑感呢是兼备的。然后小脚趾的部分呢，是3根脚趾，前面的3根脚趾呢都是具备着非常强劲的可动，往前往后都有，整体的这个做工和质量是没有毛病的。我个人是觉得这一次的这个再版呢，提升了它这个脖子的可动性，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但是呢，如果能够把这边的髋关节，就是大腿的这个前踢和后踹的这个幅度能够做一定程度的这个提升，那它无论是穿这种它自己配的这个运动服，还是去搭配一些这种比如说四骑士啊等一些其他的玩具甲胄和装备对了，顺带一提，背后的这个孔洞安装装甲的孔洞依旧是有预留的，那你去搭配一些装甲武装还是都是非常好玩的。但现在的话呢，就是能够摆出特别大张力的 pose 呢，因为下半身的这个部分呢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没有前踢啊，确实两边的这个步伐呢，你需要通过劈叉，然后呢去做出一些高张力的姿态，稍微有些可惜啊。但总的来说，目前当时的这个预定价格4张的这个水平，这么大的块头，我是比较满意的。不知道大家觉得这一款玩具到底如何呢？下面留言跟我一起讨论分享吧。最后呢，再把我手边的一些大块的玩具放到一起，做一个身高上的这个横向对比吧。这边是 Axie Toys 的霸王龙，然后呢，我们拿出之前过年期间我非常喜欢的这个 LC 工作室的大脚怪。LC 工作室大脚怪当时的这个定价呢也是比较高的，5张的这样一个水平，接近5张的水平。那跟这边的对比起来，关节设计方面可能它因为身材和选题的原因，它比较这个大脚怪比较占有优势。但是你会发现 Axie Toys 作为我们国产的这个品牌啊，它的整体的做工、模具的锐度，还有最后的大货的这个涂装呈现，都是远胜于这边这个美国工作室 LC 工作室的整体的这个观感的。所以说呢，如果说要我发表这个期待或者说总结的话呢，我希望 Axie Toys 能够就是在后续的这个时间里继续把恐龙战场的这样一个 IP 继续的做下去，因为还有非常多的恐龙值得以他们的方式去进行恐龙人的这样一个转化。我也非常期待后续这个工作室能够继续给我们推出更加精彩的玩具。那今天把我分享就到这边，我是头摇 Hunter， 下期再见不见不散，记得关注这个频道，拜拜。